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你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004航母将准备核聚变反应堆，歼20舰载版上舰，中国海军实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一。003航母的争论已经算告一段落，仿佛核党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004上面，而且大有核动力肯定会出现在004上一说。本人就针对这一块，并结合004外部的一些客观条件进行一些简单的梳理。首先，我不否认一点的就是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或者说潜在对手其实是只有一个鹰将。但是我们航母的发展需要结合实际需求和阶段需求这两个重要的点，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突破岛链的情况下，一味的寻求大洋决战，通过在技术兵器上的优势去碾压对手，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现实的。过度的追求高技术、高标准，快速的超越对手，这本来就是一种盲目的发展想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当年啥都追求更大更强，结果就是经济吃不消，技术上也吃不消。中国这几年的国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其实不仅没有增加，还略微的降低了。这说明现在我们有整体发展是非常理性的，按部就班的，没有盲目的追求高精尖，而是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拿出了事先预计的相应的技术装备就可以了。其次，按照时间节点来看，在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之前，确实需要航母在西太平洋起到牵制作用，以威慑牵制美国不敢就范。那快速的拥有可以使用的航母更重要，还是拥有一艘过多堆砌新技术需要大量时间去验证技术的实验性质的船舶更重要？我觉得是前者，并且可以在预见的台海战争中，航母本身的作用不是很大，所以国家极有可能在003之后建造一艘姊妹舰来更快的解决数量问题，而不是在004上马核动力。如果真的节点在2027年左右，那么004如果是常规动力，已经接近海试状态，或者已经结束海试进入服役，但是如果是核动力，那这个时间节点是满足不了的，最起码要晚2年。而在这件事上，核动力和常规动力又能有多大的差别呢？再从技术角度上考虑，第一，我国的大功率船用核反应堆现在还没有真正装机试车过，之前反复被提到过的001号更多只能解决小型化陆上堆的问题。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船用堆的使用环境更加恶劣，不仅仅就是小型化的问题，陆上堆有更多的空间去做冷却系统、防护系统等等一系列的，而船上没有这些空间，而且船是一直在摇摆中的，还要面对高腐蚀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当年也是走过一小段弯路的。我相信我们的决策者们一定很清楚这些，在一些海上核电平台或者其他什么船只彻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之前，不会盲目的上航母的，因为航母拉出去就是要高效打仗。现在高功率的设备设施这么多，电磁弹射、电磁拦阻、大功率的相控阵雷达等等，在高海况下的持续输出高功率能否不出问题，很多技术点上现在都是有问号的。根据前面技术上的这几个点，反观现在国内建设的核电海上平台的进度，以及现在004的进度，去反推它的图纸、定稿时间，再结合004和003这2艘船的间隔时间相对较短，所以004大概率还是会一艘和003一样的常规动力航母。至于004会不会是我国常规动力航母的绝唱，我觉得未必。很多人会说，那要005的时候，还不是我们也太那个了。实际上，进入2021年以来，外媒就一直宣称中国正在同时建造2艘航母，并且表示大连造船厂这艘航母更大也更先进，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004核动力航母。如果这些报道不是空穴来风，那么除了江南造船厂即将下水的003航母，也意味着更加神秘的004很有可能也已经开始动工。按照这样南北同开工的进度，我国在10年之内就将拥有至少4艘航母，真正成长为远洋蓝水海军。我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也将第一次完全超越美国，真正具备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虽然国内目前还没有004航母的任何公开新闻，但是根据各方透露的消息，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004航母目前的进度和大致性能。目前003航母的信息已经半公开化，而且各种最新照片都显示003的分段合拢工作接近完成。如果再算上甲板焊
焊接、建岛安装等一系列后续工作，003航母很有可能将于明年年底下水，再经过2年左右的西装和海试，有望于2023年正式加入中国海军大家庭。003航母目前进度喜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办事效率，如果说004航母还没有动静，外界根本不会信。所以关于004航母是不是在建，这个答案不言而喻，肯定在建，但是由于时间较短，目前可能还只是处在铺设龙骨的初始阶段而已。那为什么003航母还没有下水，004航母就这么着急开建？因为时间不等人，随着美国各种遏制打压手段的增加，国际局势不稳，东南形势高度紧张，我们手上必须有能拿得出的大杀器，才能真正震慑住美国人。东风41、巨浪2这些核大棒有了，歼205待机也有了，就差强大的海军航母了。现在我们虽然服役了山东辽宁舰，但是这2艘航母的战斗力实际上并不如意。作为苏联库兹涅佐夫级的一奶同胞，只有6万吨的满载排水量和滑跃起飞甲板显然不够用。这2艘航母不仅比不过美国现役的尼米兹级、福特级，甚至还不如美国60年代的小鹰级。未来统一战争开打，用这2艘航母很难吓住美国人，所以003航母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弯道超车。根据国内流传的消息，再结合最新的卫星图片分析，003航母的满载排水量有望达到9到10万吨，采用全直通甲板配合3条电磁弹射器的舰载机起飞模式。与美国尼米兹级相比，003航母排水量不输，弹射效率超出。如果不考虑核动力带来的续航问题，总体性能已经高于尼米兹级，从不如小鹰级到一举超过尼米兹级。003的提高堪称是质的飞跃。003虽好，但是它距离服役仍还需要3到4年。如果等到它服役再建造004航母，这样效率太低，也不符合目前紧张局势的需要，所以必须南北同时开工，003、004一起上马。004航母虽然确定将会采用核动力，但是其总体设计应该和小鹰级到尼米兹级的递进一样，总体结构不变，只是进行一些小的修改。那么我们也大致可以推算出004航母的性能，相比003航母，核动力的加持可以让004动力更为充沛，因此满载排水量有望增加到福特级的11万吨级，甚至更高。由于国产综合电力系统的应用，004航母在能量富裕、甲板面积更大的情况下，电磁弹射器也将从3条增加到4条，进一步提高舰载机的起飞效率。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当然是隐身舰载机。福特级已经全面搭载 F-35C， 与歼15彻底拉开了代差。004航母如果不能补全这一核心短板，也根本不用提什么赶超。好在现在歼31已经进行了3个版本，一步步接近了海军的要求。未来随着涡扇19 4代中推的成熟，歼31完全定型量产，并成为海军舰载机，也在预期当中。004航母从今年开始建造，最起码得在7到8年之后才能服役，这么多时间足够歼31完善改进了。只希望沈飞能够再给点力，争取让歼31全面超越 F-35C。那么有人会问，我们的舰用核动力装置成熟了吗？还没验证就敢直接上马核动力航母？我们从70年代至今已经研发了2代4型核动力潜艇，积累了丰富的小型舰用核动力装置设计、研发、运营、维护经验。如果在这些潜艇反应堆基础上进行改进完善，研发出一款更大功率的航母用反应堆并不是难事。航空母舰采用核动力推进以后，具有很多明显的优势。首先，没有烟囱带来了许多好处。常规航母上的进气道、排气道和大型烟囱不仅占据大量的空间，而且降低了舰体强度。它们排放的高温尾气，一方面严重腐蚀舰上的设备，一方面也会产生湍流而影响飞机的着舰。而核动力航母一劳永逸地消除了这些问题。其次，大量空间被节省下来，可大大提高舰艇的有效载荷，可以装载更多的航空燃油、武器和补给品，增加航母的自持力，更适合航母这一战略性兵力的作战特点。第三，常规动力航母的续航能力一般在1.5万至2.7万公里，而核动力航母可50倍于此，且更换一次燃料就可连续航行数十万海里。核动力使航母具有了近乎无限的机动能力，核燃料更换一次即可连续航行数十万海里，这在常规航母是不可想象的。第四，核动力航母的工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它没有烟囱排出的有毒气体的影响，没有恼人的噪声，
进气道和烟囱所节省下的空间，使居住舱室更加宽敞。巨大的动力资源可以大量淡化海水，也可以使舱室的空调效果更好。不要小看生活条件的改善，在长期枯燥乏味的海上生活中，良好的生活条件可以大大激发舰员的工作热情。能真正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的，也只有安理会5大流氓罢了。航母堆比核艇堆功率更大，并需要更加频繁的高功率运行。首先要造得出核艇堆，才能谈得上造航母堆，这就已经把核航母阵营候选国压缩到了一手之数。苏联的航母是在乌克兰造的，配套是全国范围内做的。俄罗斯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也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才能重建航母工业体系，连常规动力航母都玩不转，更遑论核航母。英国既没钱也没大功率舰用堆技术，法国核技术底子够，但国力无法支撑大功率舰用堆项目，所以剩下的只有中美了。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